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王聊聊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低碳饮食如何逆转糖尿病这个话题。说到低碳饮食呢，是现在非常热门的话题，很多人都在关注如何通过低碳饮食来减肥，如何通过低碳饮食来逆转糖尿病，而且也听到很多人通过低碳饮食改善了血糖，甚至丢掉了所有的药物。那么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，说低碳饮食可能会导致酮症酸中毒，或者说低碳饮食会导致我们的肝肾功能的损伤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会说低碳饮食坚持不了多久，坚持1-2年之后，那人就无法再坚持了。到底低碳饮食效果好不好？是不是有利于我们逆转糖尿病？今天我们一次性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其实在我们人类没有学会种植农作物之前，我们人类的饮食方式就是低碳饮食。这种天然的饮食方式拥有了更好的血脂和血糖水平，更充沛的能量供应和更不容易饥饿。低碳饮食其实并不可怕，也没有危害。我们的身体可以适应主食，也就是糖代谢，也能够适应肉和脂肪，也就是脂肪代谢。这两方面呢各有利弊。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一生之中只有鱼肉和海豹肉，食物单一的不可思议，但是他们的平均寿命在学会用火烹饪食物之前，平均寿命可以达到80岁。除了身材矮小，容易患佝偻病之外，身体非常健康。佝偻病是他们长期的见不到阳光的缘故，没有其他的疾病，说明了高脂肪低碳水的饮食方式对身体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最近30年，我们的食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变得过于精细，缺乏了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食物的升糖指数呢明显提高。快速升高的血糖对于我们胰岛素来说是一个挑战，也极易造成血脂升高和肥胖。更何况我们的饮食当中还有随处可见的零食、甜点、水果、饮料等等等等。其实我们已经摄入了过多的糖类食物。1980年美国推出的第一次的膳食指南，那里的糖就已经明显的超标。当时的建议是要摄入60%到65%的糖类食物，这就导致了美国20-30年的时间里大量的肥胖人群。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美国人群的肥胖数据上清楚地看出来。之后呢，美国人开始了反思，改变了一些人的饮食计划，倡导全谷物，也就是倡导全蛋白饮食。之后呢，也就是2015年取消了胆固醇摄入限制。这个是破天荒的一次改变，因为在这之前要求每天的胆固醇摄入在300毫克以下，
那么现在是一次性的取消了胆固醇摄入限制，而中国现在还在用的膳食指南，其实是1992年美国农业部推广的膳食指南的翻版。那里面的糖，也就是碳水化合物，明显超标。最近中国肥胖和糖尿病人群集中爆发，和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息息相关。所以说，希望我们的营养师和医生能够与时俱进。因为过多的碳水又缺乏膳食纤维的话，特别是对于高血脂、减肥和糖尿病的控制非常不利。低碳饮食的最早应用于治疗癫痫。1998年，美国的肥胖人群快速增加，阿特金斯低碳生酮减肥法横空出世。这个很多减肥的人都听说过，就是阿特金斯减肥法，也称为金博士减肥法。通过减少糖类食物摄入，大量的吃脂肪类食物，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一座脂肪燃烧机。这就是生酮减肥法。这种减肥法已经风行了20多年，那么也足以证明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。为了验证这个减肥法的好坏，2007年美国医学杂志刊登了由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的4种减肥法的比较，其中阿特金斯减肥法最后胜出。虽然他吃了更多的脂肪，但是呢，它有更好的减肥作用，同时它也有更好的降脂作用。那么我们再说今天最关键的话题，低碳饮食能不能逆转糖尿病？其实已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了，而是如何做的问题。2017年的《柳叶刀》和2018年的世界糖尿病大会上，都有低碳饮食逆转糖尿病的案例分享。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2018年的6月13号，英国国家医疗服务机构 NHS 宣布支持下属的8000家医院用低碳饮食来治疗糖尿病。这可是破天荒的一次，一个国家用它整个的医疗体系来支持低碳饮食，而且那是作为治疗糖尿病的手段。这里呢，不得不提一个关键性的人物，就是英国工党的副主席汤姆·沃森。汤姆·沃森在2017年被确诊为糖尿病，他只花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成功逆转了。汤姆·沃森是20多岁就开始发胖，他是一个传统的英国男人，坚持传统饮食，比如低脂肪、高碳水的饮食，而且呢，积极锻炼身体。为了减肥，他不停地训练。可是呢，尽管如此，他的体重依然不停地上涨，直到2017年夏天，他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，还伴发有高血压。那么除了吃药之外，他开始大量的阅读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看到一本低碳水饮食治疗糖尿病的书，然后他意识到淀粉和糖可能就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所在。于是他就决定戒掉所有的糖，
包括所有的碳水化合物。3个月的时间，他的长期血糖水平就稳定在一个正常的范围。健康之后呢，汤姆·沃森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。他是一个工党的副主席，但是呢，他顶着压力开始呼吁英国改变饮食结构。2018年6月13号，英国国家服务体系正式宣布支持下属的8000家医疗机构用低碳饮食来治疗糖尿病。现在英国呢，总共有32万6千人参加了这个免费的低碳饮食项目，其中60%的糖尿病患者病情是明显减轻，94%的患者用药量减少，平均的糖化血红蛋白下降 1.3， 平均的年花费减少大概是7000英镑。部分的糖尿病患者逆转。可以看出，低碳水饮食已经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效果。随后，澳大利亚的糖尿病协会在去年的8月份，美国和欧洲的糖尿病协会在去年的10月份都认可了低碳饮食成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。再强调一遍，是治疗糖尿病。所以低碳饮食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关注。2018年的8月16号，美国俄亥俄州举办了一个低碳水生酮饮食的大会。在这个大会上，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杰夫·沃克博士认为，随着低碳饮食1个半世纪的黑暗时代结束，我们进入了低碳生酮饮食的黄金时代。在过去，酮体被认为是一种有害的代谢产物，但是随着研究发现，人们已经逐渐揭开了酮体的面纱。营养性酮体和酸中毒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酮体的浓度有明显的差异。低碳饮食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的主动探索，不应该盲目的质疑，更不能一棍子打死。是时候抛弃唯药物论，糖尿病可以通过低碳饮食逆转。很多营养师免费指导的糖尿病调理群中，就有低碳饮食的获益者。他们从最初的空腹血糖9点多、10点多，餐后血糖11点多到12点多，有的需要注射胰岛素。现在呢，空腹血糖6，餐后血糖7，甚至更低，而且没有吃任何药物。但有的呢，通过低碳饮食调理，也不过是1个月的时间，血糖就快速的恢复正常。所以确实是有非常好的案例。相比高碳水带来的问题，低碳水饮食其实很方便操作，只需要在低碳饮食的前期大约10到15天，我们需要高脂肪食物大量摄入，并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。摄入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要低于5%，也就是基本不吃米面类的食物，也禁止食用含糖量高的水果。所有含碳水的食物，我们都要严格控制。至于有些医生担心的酮症酸中毒和尿酸增加的现象，其实生酮的时候，我们的血中酮体的浓度只有4，
而要达到酮症酸中毒的标准是要20以上。所以这两者不是一个数量级的，也没有必要担心。我举例的低碳饮食仅仅是个举例，不作为饮食的建议。生酮前1到2周，脂肪供能75%，蛋白质20%，碳水化合物5%，淀粉类食物的总量包括米面、土豆、红薯这些，重量每天不超过20克，也就是尽量不要吃。低碳饮食的方式有别于我们传统的饮食，但是它的确有效果，而且是非常的有效果。说到这里，我相信朋友可能已经开始想尝试低碳饮食了，甚至想通过低碳饮食来逆转糖尿病。但是呢，我也要提醒朋友们，糖尿病的血糖状况容易恶化，如果没有专业机构、专业的医生或者营养师来为你做身体的评估和现场指导，是有可能出问题的。比如尿酮如果持续升高怎么办？再比如低碳饮食初期发生了过敏反应怎么办？如果发生低血糖怎么办？而目前呢，社会上还没有几家真正意义上的低碳饮食的调理机构，所以我也不建议朋友们冒险随便去盲目进行低碳饮食。好了，感谢朋友们的收看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不要忘记订阅、评论。再次谢谢大家，请大家订阅、评论。